这一集的真心话 Podcast 呢，因为是最后一集了，在这一季，所以我给粉丝一些福利，请来新加坡最帅的偶像演员、model、influencer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等下让他自己来介绍。OK， 欢迎 Glenn Yong。耶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Glenn 荣启航。你希望观众 know you as， 还是你要自己 label 自己 as 演员、model、influencer、singer？我没有给自己一个标签呢，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跟擅长的是演戏跟音乐吧，因为其实我没有想过自己是 model 或 influencer 或 content creator， 因为我觉得 content creation 不是我的强项吧，所以每次都是被我的 manager 逼，你要快点 post 啊！其实我是有一点 UD， 因为我觉得我的社交媒体太少 organic 的东西啊。真的啦，现在 content creation 很重要，因为现在连你做音乐都不能单单做音乐，是，你都要做 content。对，就 MBS 路过，Can you sing this song？ 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没有没有人问过我嘞。讲真的，因为我也是很少出门啦，所以也很难碰到这种东西。所以你是宅男？是，宅男就是那种玩 game 的，在家玩 game。对，我大姑我每天在家看 anime。回去你踏入演艺圈这个事，你是怎么踏入演艺圈的？我要多谢 Calvert 的爸爸，葛平大哥，就是葛平大哥，因为其实我第一部戏就是真正有角色的是《至圣出地》，就是葛平大哥监制的那部戏。其实我为什么会拿到角色，是因为我其实是 accompany 一个人去 audition， 因为我本来是他的 cameraman， 所以我本来是去帮他拍视频的，然后结果葛平大哥看到我，他就讲，你会不会打武术还是什么？我是不会啦吧，我就骗他讲，会啦，一点点啊，因为我看来 UFC 这些，然后他就叫我 OK， 你 try 给我几个 move， 我就在那边随便踢啊，随便踢随便打，但结果他讲，不错所以他就给我一个角色这样你陪那个人去你做他 cameraman 那个人有他有拿到吧？我觉得我的角色比较好啦。那个时候你已经认识葛平大哥了吗？认识了，因为其实我是认识 Calvert 先，我当时我才刚去当兵然后我就认识他了，所以我们一起打篮球，认识的，打篮球认识，然后因为我们也是有一起去教会，然后从那边也认识，然后就偶尔会去他的家吃，然后就认识他爸妈，真正跟他们接触是踏入这一行的时候，然后葛平大哥给我那个机会，然后过后我跟慧芳姐很能聊，然后就这几年就突然间变成干妈跟干儿子的那个状态，说就是这样子进入这一行的啦，所以我也是很感激他们。所以你觉得葛平大哥算是你贵人吗？肯定啊，他是我伯乐，他给我第一个机会，像我们两个的贵人跟伯乐一样。他写的第一个主题曲就是他的，对我记得要认识 Calvert， 要认识 Calvert， 但问题是 Calvert 不是给你机会的人，是你认识 Calvert， 他周围的人会给你机会。Calvert 是 assist goal对， Calvert 是 assist goal， 他是 assist。呀，那你 after that 开始演戏之后，你慢慢有加入什么公司吗？好像是17还是18年 ，TikTok 刚进来新加坡，然后大家都把 TikTok 当成是一个很 lame 的东西，就是哇啦，你用 TikTok 啊 ，TikTok 是那种小妹妹用的。刚好我做了几个圈，然后那个圈有一点火起来，小 viral 啦。其实有一些媒体的人就看到我的 account， 他们就开始 reach out， 就是问我要不要当 model 啊，要不要拍一点广告啊这些，所以就慢慢从那边认识媒体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是有签了给一间公司。就是我第一间公司啦，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很新，还什么都不懂啦，就签了，因为对我来讲有机会就拿咯。可是哪里知道签了，本来是签了2年，可是第1年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很多意见不同吧，因为我本身自己是有很多想法的一个人，可是当时那个公司他们是比较喜欢我是那种很听话，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啊，你不要问那么多问题啊。你要去哪里？你要跟我们讲。可是对我来讲，是我最不可以让人家控制，就是你越叫我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什么都要通知你，我越不想要这样做。这样我都不能够展现我的想法跟我的 creativity， 所以就很辛苦。然后1年过后我就解约了。然后当然解约你也是要赔偿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在读大学，自己付学费，就哇很辛苦。那时候我记得我有跟 Calvert 讲过，然后。他们也是觉得哇很可怜，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签那个合同了嘛。那个赔偿金多少？1万。可是对我来讲，那个时候1万，哇，因为还是学生 ，is a huge amount It's like almost half of 我的大学的学费，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要去做那种杂工，就是 butler 啊，去 serve 水、champagne 啊、饮料啊那种食物这些。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有看到Calvert 的 parents， 我也是有看到很多就是在演艺圈的朋友。
然后因为当时已经有拍了一些戏，已经认识了，所以他们在那些活动看到我都会，你为什么在这边？就哇，超尴尬，你会觉得很感心酸这样。很心酸啦，因为我在想的是，我还没有开始我的事业，我就被打倒了，然后现在可能已经没有机会回去了。因为当然你跟一个公司解约，不管是有多好的那个 ending， 还是会有一点尴尬的那个感觉的嘛。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很新，我也很怕，就是哇，他们会不会就是封杀我，然后、或者跟别的圈子里面的人讲你啊，对，有没有我就不知道啦。可是当然我是有感受到一些反驳啊，就是好像人家不敢用我这些东西，所以是算蛮难的啦。那什么时候开始好转起来？就是 COVID 的时候，就是头1年2年进入这一行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赚钱，所以很辛苦啦，就是要做杂工。然后 COVID 一来也不能够拍戏，所以我就回去做 TikTok 哦。然后回去做 TikTok 的时候，就开始很多视频就火，然后从那边就有机会。那个时候 MediaCorp somehow 他们来 contact 我，然后跟我说他们有兴趣想要签我。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跟他们讲，我可能已经有一些 phobia， 就是跟大公司签约啊，对，所以我可能想要自己 freelance 或者自己想要开公司。可是他们很 nice 啊，他们就说不如你就试看1年。看喜欢不喜欢，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去做你自己的东西；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再有一个更长久的那个关系。所以就试了1年哦，然后那个时候就拍了《大大的梦想》，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唱那个戏的插曲，也是那个时候认识伟聪老师，然后他也变成我的伯乐，变成我的师傅。所以 after that 你跟MediaCorp 签约1年后有续约吗？没有 terminate，but after 1年我没有 recontract，因为after that 我就自己开自己的公司了。拍了2岛的电影的时候，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叫 GY Group， 也自己请员工，然后自己打理自己的东西。然后从之前参加公司进入低潮，然后再开自己的公司，你觉得 under company 跟自己经营的 company 那个挑战在哪里？那个 difference？挑战在哪里啊？哇 ，OK， 有些艺人他们是喜欢在一间大公司，因为你叫我 turn up 我就 turn up，你叫我拍什么就拍什么，就可能自己没有很多意见的那种。如果你是那种艺人，你签给大公司，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因为他们会帮你 plan 所有的东西。如果你是像我这种艺人，哇，很多想法、很多意见，想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尤其是那种小细节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的话，你跟一间大公司，你可能会觉得很难，因为他们一个 manager 要管理差不多10个 artist，他们哪里有时间去专注你要的东西？可能他们会说，可能你要这个，你要等到有时间或者公司有那个资源的时候才可以来帮你。可是对我来讲是，我要自己去创造这个机会，所以就很难在一间大公司啦。我宁愿是一个团队跟我一起合作，然后想要怎么样把我们的那个 idea 成立起来。然后就可能5、6个人一起想要怎么样把你想要做的东西变成一个 reality， 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比较有满足感。而且你自己有一个 idea of what is gonna be，因为在大公司可能你 go through manager 还要 go through manager 的头，manager 的头还有再有上层，对吗？所以传下来可能那个东西已经冷掉了。对，很多时候啊，这个行业是你要快的嘞，你有时候你等可能差1、2天或者1、2个星期，那个机会就没有了。你要真的是快点要做就马上去做了，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错过那个机会，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等。我也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艺人都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东西，对，他们也是做到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啊。我觉得现在很多都是 instead of 人家 know you as a company 还是你 from where，他们 more to like 懂你 as a 个人 IP。我本身觉得是你个人的标签 branding IP 比较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品牌也好，导演也好，他们找一个人不是因为公司的，可是因为他可能喜欢你的风格啊，你自己的演技，你自己的那个实力，他们才会来找你。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勇敢的把自己放出来，把你想要做的放出来。可是这个也是最难的一点啊，因为 as you know， 新加坡的网民讲你不好的东西的人都是没有放脸的，也不敢自己用自己的那个身份来讲你，或者如果敢讲你的人，他们唯一存在的那个意义就是来讲人，就是骂人。对，对我来讲，
你要去 respond，你是觉得很浪费时间啊。对 Cause to me 我不懂，我觉得时间很宝贵啊，我也觉得 energy 很宝贵，我为什么要把我的 energy 给他们？you 而 know？ 且如果你反驳，就是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就是你的注意力啊。Yeah, exactly. Like 很多人问我，哎，你为什么不要去反驳？对我来讲是，他们会讲我，obviously 是因为 there's a cloud. If they use my name, obviously they're gonna get some reaction. 我就是偏偏不要给他们那个 cloud 啦。You can say whatever you want. And 有时候我的团队他们会跟我讲，哎，你看他们其他的 video 没有 views 的，讲你才有 views，打算他们会一直讲你。So to me it's like point proven 啦，I don't need to say anything. 至少我知道你讲我的时候。有热度，that means I know I'm relevant. So to me that is enough. You know, in fact 是一个肯定。I'll take it as a compliment even if you are shitting on me 啦。But as much as 你说不要去反驳，不要去理哦，有没有哪一个 comment 让你真的 hurt 到你？以前是会被 hurt 到，可是现在没有 hurt，现在只有觉得有点烦。就是以前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人家会讲，比如说哦，这个人只是靠脸啊，或者他的实力不够好啊这些 ，but 我是算是一个比较 practical 的人啊 ，like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实力也是蛮了解，就是我觉得我是我自己最大的 critic，so even without 那些网民在可能讲我不好还是什么，我自己都已经觉得哇，我有很多地方我需要 work on， 我需要去进步，我没有被那些 comment hurt 到，因为我自己觉得我 critic 我自己更加的严格，可是我觉得最烦的一点是。我们每次都说哦，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人没有 support 自己 local 的 artist。首先，我们国家已经 population 那么小了， Yes， 已经没有很多人会去看自己 local 的东西，因为你的 number 已经那么小。然后在这个那么小的pool，又那么多人一直在靠北靠步，说来哇，我们 local 的 standard 不好啊，就可以只能做到这样哎呀。You know，when 一个人勇敢的踏出来，去想要可能展现他的才华。可能他没有很好，就是现在还没有很好，还需要进步。可是他有那个潜能，可是人家 highlight 的不是那个潜能，他们 highlight 的是他的缺点。然后你就让很多新的艺人或者新的 creative 的人觉得哇，我不敢把我东西放出来啊，因为我一放出来哇，直接被 attack left right center。然后最惨的是你的 product viral for the wrong reason，你的 video viral for the wrong reason，就人家在取笑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东西啦。Sadly， 这个就是我们新加坡的 Internet 的文化。你刚才讲那个就是I think 去年还是前年有发生有一个 festival 对吗？然后 main lineup 是很多韩国艺人啦，but after 有几个新加坡人是 opening 还是什么嘛？然后就很多人骂哇，我们不要新加坡人啊，为什么新加坡 cannot make it 啦？对，那个我是其中一个被骂的。我听到就也是蛮火的，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有发一句 story 在讲，因为啊，我觉得。support local talent 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一个 double edged sword。我们会不会有时讲说，哎 ，support local talent，support local talent，就是用这句话，就是盲目的去 support local talent。但是 to me 啊，我觉得啦，网民可以有建设性的去 feedback。我觉得哦，这个你们的歌有一点可能太过一般，可能太过像什么 artist， 还是哪里可以改进，而不是你还没有去听。还没有去看这个人，cannot make it rubbish 啦，哇 loser 这种，就盲目的去谩骂我，这个我很看不起，所以我不会让 netizen 说，哦 just support local talent for the sake of support local talent，but at least 去看，给 feedback 我是 OK，but 你不要 just attack for the sake of attacking。其实那个 feedback 的哦，我是有一直在纠结，就是我不懂，我现在已经 come to 这个 stage， where 有一点 Nirvana 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其实也没有很在意人家在讲我的作品，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就是人家会不会喜欢我做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在我这个艺人的成长过程的这个阶段，我已经在一个过程为我想要做我喜欢做的东西，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电影也好啊，还是我自己拍 MV 也好，我不管观众喜欢不喜欢，我自己喜欢就可以了。这个是我的作品嘛，所以我也没有。怎么很在意？就是其实你应该做那种音乐，其实你应该拍这种戏，其实你应该做这种角色。我可能以前我会哇 ，OK， 我需要听他们这样讲，然后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啊，或者去做。可是现在对我来讲是 ，I think life is short 啊，do what you like。身为一个艺人 ，at least for me， 我要做一个能够对得起自己的一个艺人。我不管人家讲什么，只要我开心就好。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同的阶段啊，可是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做的很安心。There's a lot of peace in my life now， 说我也是很开心啊，能够终于
这5年的演艺圈的 journey 可以走到这个阶段，where 我不会被这些东西影响。我 actually 看很多艺人哦，他们 actually 有讲过，就是 positive comments actually 更多嘛，为什么要去 focus on 那些 negative comments，对吗？But 你有没有什么 comments 是最难忘的？不要讲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首先是人家讲，哎呀，他这个人只有靠脸，他没有实力。那个是我觉得 it gave me a huge chip on my shoulder。你们都没有脸，还敢讲人家？因为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我不想要单单只是靠颜值，我想要靠实力也是。可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也不可以太 stubborn about 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行业坦白讲啊，才华重要不重要？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有些人就是天生可以唱很好，有些人就是写歌天生可以写得很好，有些人就是天生可以演得很好，这个是上帝给的一些 gift。可是如果你想要弥补你的缺点的话，你必须得用功去练啊。我觉得比较聪明的方式啊是，如果我可以用我现在拥有的一些 resources，whether 是颜值也好，如果你说我有颜值 ，OK，I mean I'll take it 啦，you know。But 如果你觉得我丑，I mean I don't mind also like your opinion doesn't matter。But 如果我可以用某些 resources 来帮助我先，哇哦，我去 work on 那些我没有很擅长的东西，我觉得 eventually my hard work can help me to catch up with what I lack。如果在这个阶段你的实力就是这样 ，accept it，like nothing wrong with that，you know，because 很多人他们都会觉得，哇，我很烂啊，我觉得，哎，I need to be there before 我可以 be happy，like that's bullshit。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阶段就享受这个阶段有什么没有什么，it is okay 的，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 journey 啊。重点是你比昨天的你更好。Exactly，只要你比昨天的你更好，and 你觉得今天你已经 do your best，just accept it and know that okay, life is good. You have doing your best. You don't have to think that you're bad or anything. And 你不要去听人家给你的标签或者他们给你的那个 timeline，他们要你做什么做那个，他们是他们嘛，你是你呀。如果你不可以用某些东西，你可以用你其他强项，你去用其他强项哦。我觉得不用那么 stubborn。你一定要用某些方式去成功，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成功的 definition，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那一点，我自己觉得是 success 的一个 definition，我觉得那个是帮助我很多的一点。你刚才说，那些 negative comments 没有 affect 到你啦，你会不会怕？不是伤害到你，是伤害到你家人。肯定啊，我还记得我拍阿哥斯跟阿咪的时候，我是看梁导的戏长大，然后能够拍他的电影也是我的梦想。然后终于可以拍他的电影，而且又是主角。那个戏一出来，每个媒体都在讲，哇，那部戏很烂，就很多不好的东西啊。然后网民当然是有酸，我自己的 relative， 我的阿姨、叔叔啊、表哥、表姐，他们 obviously 会看到那些 article 嘛，他就 forward 给我的 parents， 连我的 parents 他们读到就当然会不难过啦。不，他们是给恶评是 based on 那部电影还是 on 你 ？mainly 是那部电影 ，but 因为I'm part of the movie 嘛，说那个电影也算是我的作品，也算是我的 baby。说如果人家会酸那个电影，不管是酸我的角色还是酸整个电影，我当然会不好受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排斥，就是我从很 proud to share that I'm part of 这个电影、这个 movie， 我拍了2导电影，变成我会有一点低头，就是 oh shit， 他们在讲，哎，你是那个 Agus Kohami 的 Sergeant 啊，我就会对吧？因为你不敢骄傲的去认。这件事，因为这么多人在酸，尤其是你自己的 relative， 然后你的 parents 也是有点排斥，因为人家讲你儿子拍的电影很烂呢。他们真的这样讲啊？那哇 ，at first 我是觉得I made my parents proud，and now I feel like I embarrassed my parents。So that is the part that 我觉得很难受的一点。You work your whole entire life, you work your ass off just to get to this point, and this point became something that is embarrassing the people around you. So 你要怎么样去 reconcile with 这个 fact？那你怎么 get over it？ Over time， 我就是开始发现了，哎呀，很多人讲是因为他们 jealous。Of course， 也是有很 constructive 的 feedback。But 我的 mentality from then on to now is， 有些东西我无法去控制，我唯一能够做的是做好我自己的本分，把我的角色演好，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As long as you do what you can with what you have， 其他的 factors that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就算人家去酸 ，I think it's fine. As long as 你对得起自己，就是 OK， 我能够做的我已经做好了啦。作品不好啊，还是其他东西不好，跟我无关了。Yeah，that is why 我现在
我会为什么会自己做我的音乐、我的 MV 这些，是因为这些东西我能够控制。可是如果我去拍戏的话，I'm under the mercy of editor 其他的演员，就是太多 factor 我不能够去管理了。说我觉得现在我比较想要做自己能够控制的东西了。那你刚才讲说，你那时会怕 parents hurt 到，对吗？那你觉得在你这演艺圈的生涯哦，有哪一个 moment 是你觉得让你的家人最骄傲的？我觉得是他们看到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是我每次在家，我会对着墙壁唱歌，然后我会就是 pretend like，哎呦 New York，哎呦台北，you know like，就是 imagine 我在开世界like world tour 那种感觉。So 他们看到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他从在家里跟墙壁，就是表演，一直到大舞台啊。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儿子在发光发亮，他们也是觉得很开心啊。So I think that's when 他们就觉得很骄傲。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moments like， 比如说我第一个杂志的封面，我第一个电影的 movie premiere， 然后第一个在台上表演，就有很多第一次，他们都有在场去支持。说我觉得我的家人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都经历过我的高高低低啦、起起落落。然后我现在的梦想，我是想要当一个歌手，能够有 world tour， 然后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去表演。然后我想要带我的家人跟一些好朋友啊来 join 我的 entourage， 然后就一起这种 tour。就表演完了，然后就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吃，一起去tour看不同国家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跟梦想。你现在表演还会有 stage right 吗？还会啦，还会，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唱功还没有很 confident。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在 National Stadium 跟 Calvert 表演的时候，我没有 knowledge of stage， 我也没有 not much knowledge of music， 我just 硬着头皮去做。然后对我来讲是很好玩啦。你是最紧张的时候，那是那个时候不会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 take it that seriously， 因为有 cover 在，是吧 OK，of course 有 Calvert 在，是人家跟朋友吧。对我来讲是 I didn't take it as a career. To me it's like side quest 啊，you know like，哎呀去玩的嘛，去唱歌，去唱我们想要唱的，去打鼓。So 我很放松的去表演 ，cause to me it's just a hobby。But 我现在会 stress，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给自己 set 了某些 standard，跟我需要 hit 到的 standard。所以对我来讲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如果我没有 hit 到那些 standard， 我会觉得对不起这个行业，对不起这个 craft， 因为 I really respect this craft。And 我觉得以前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可是现在我发现很多音乐人、创作人也好啊，他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心思跟功夫去把一个作品跟一个表演准备好跟完成。所以我觉得舞台是一个很 sacred 的地方，我不想要就是 take it that easy， 就是我要 respect the stage。And 当我在舞台的时候 ，I want to make sure I give my best，yeah， 然后 I want to make sure 我给在场的观众最好的表演，yeah。现在会压力啦，以前不会。那你记得你最有压力、最紧张的舞台是哪一个吗？我觉得是 Indoor Stadium 新浪，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在 Indoor Stadium 表演，I think 那22年啊，2还是23年我忘记了。那个时候我才有2首歌 ，bro，like。而且是英文歌，然后新浪是一个 Chinese concert，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but I mea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邀请我，but very thankful that it happened。我记得那个时候有8000个人，你要想啊，那个时候我没有 vocal lesson 过，我没有 dance lesson， 我没有就是没有 training 那直接叫你在 Indoor Stadium 8000人的面前表演 ，like to me is like what the hell，like how did that ever happen？ 我自己都懵我在跟我团队还有我 manager 讲 ，Don't ask me how this happened，like what started off as something fun suddenly became so serious。I also don't know how we got here，but let's just have fun anyway。So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压力的，因为在场的歌手都是很专业的歌手，就是已经出道很多年了，so 我觉得很不自在啊，因为like 哇 imposter syndrome 啊，这些人已经唱那么久了，才在这个舞台，我1年唱歌就上来，而且 it's not even my career， it's like a side quest。你怎么壮胆？我跟自己说 just have fun 啊 ，yeah just have fun。如果唱走音还是什么，just it's okay 啊 just have fun。所以我就在台上唱啊，我在台上的时候我脚软我真的是脚软，哇黑啊！那个时候那些观众他们很 nice， 还是会尖叫啊喊啊这些。幸好还是有一群粉丝，他们有听过我的歌，所以还是会唱跟 you know，yeah，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最压力最大的时候。尤其最紧张还是你最怕的啊？But after 表演之后，你会觉得
I'm glad I did it。I'm just glad it's over 。It's not I'm glad I did it, I'm just glad it's over。那个是我的 first thought。Then after that，我的团队来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很感动，我的干妈啊、妙思啊、我的 makeup artist 哦，哇，他们全部冲过来抱我，我就哭哎，我就真的哭，因为哦，你哭啊？After 我哭，我觉得一半是因为紧张哭啊，然后一半是感动，因为我突然回想到我在房间墙壁自己跟自己讲，Yo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make some noise，然后我那一晚我真的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make some noise，然后8000个人在喊，Life is crazy man，like you never expect 这种东西会发生。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艺人，在不同的阶段真的碰到不同的伯乐，Calvert 的爸爸、可平大哥也好啊，伟松老师啊、梁导啊，那个时间点跟天时地利人和真的太巧合了。说，Yeah，I'm just very grateful 啦。我都有那么多这种 blessing 了，那些网民讲的东西算什么？ Then 你 actually 做了这个 side quest on music，有一点太 serious 啊，现在变成 main quest 啊。然后现在的你哦，你比较喜欢演戏还是唱歌？如果角色好，我会 enjoy。But 在这个阶段，因为我还没有办法去创造我自己的角色，跟还可以改剧本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音乐方面我还是会比较开心。At the end of the day，我觉得我还是一个 creative，我喜欢做我自己创造的东西，只要是我自己创造的，我就很满意，就很开心了。说在这个阶段是音乐，我本身我是非常崇拜周杰伦，音乐也可以做到最顶，然后要拍戏也可以拍到那些很经典的电影，《头文字 D》啊，《不能说的秘密》，就是他自导自演，然后也可以拍好莱坞的那个《Green Hornet》。周杰伦是一个很完整的艺人，他完成我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东西，就是能够拍戏、拍电影、创作音乐，想要开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公司，他全部都做到完了。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标签的。我希望这个 journey 能够就是 follow 他的 footsteps，它是一个 inspiration，是我的灵感。你刚才说你成立自己的公司吗？所以你可以 oversee everything， 自己懂你自己要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是个怎样的老板？是难搞吗？因为你很多想法嘛。然后我要看 manager agree。这个要问我的 manager，你觉得我难搞吗？你觉得自己难搞吗？他难搞吗？他讲话有颤抖声呢。Best boss 啊！好啊，大家给你 bonus 啊，大家给你 bonus 多少？3万、5万、10万，大家transfer你，大家transfer你。没有啦，我自己本身他太 nice 啊，太 nice 啊。我知道我是很难搞的一个老板 ，and I don't mind。我觉得我要求很高，而且我也很在意细节。我觉得我的团队很可怜啊，因为他们每次工作的时候，我会 point out 那些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对我来讲 ，details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他们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很 stress， 因为很多东西他们不会去在意，或者他们觉得人家不会在意的东西，我会去在意。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 ，before 你 send 给老板，你先想老板会问你什么，然后如果你能够回答了，你就快点先放进去，不然的话，如果他问你 ，OK， 我可以 admit 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尤其是在工作上。我觉得我是算蛮严格的啊，就你有把他们搞哭过吗？有啊，有啊，就不止一次啊。因为他们了解了是 is work mode， 就是我们有这个 understanding， 就是我跟我的团队，就是当在工作的时候 ，don't take things personally。如果我讲一些 comment，just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因为 after 工作完了，我们一起吃这些，we hang out，it is normal，like 我不会 take it too hard，so I hope they don't take it too hard also。我会就是有时候会问 ，Do you even think about it before sending me？ Then why do you send me this if you never think about it? You expect me to think for you? You expect me to do all these things? You know, like 我有时候会这样讲啊。我也想哭了，现在，所以以后他们就会想三思而 send you。Yeah, correct. That which is what I think 现在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真的会 go through。因为 to me is not personal, but it's more。我觉得你对你自己的生活要有 standard，尤其是 you must take pride in your work 啊。If you do everything half-ass, then people will just view you as a half-ass person at work. And then how will people respect you? Like in personal life, I don't really care 啊。Like personal life， 你跟你朋友你要怎么样 it is fine. But 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要人家 respect 你 ，then you need to take pride in your work. If not, people will never take you seriously. 尤其是在我们的行业 ，you know，因为我对这行很认真跟要求很高，我也不想要就是人家跟我的团队合作的时候 ，they can think that they can bully my team because if 我的团队的水准
要求很高，they will not dare to make stupid, unreasonable demands. As long as 你 take 你的 work seriously, no one will dare to mess with you. That is what I tell my team. Like it's not so much of like we do this 自己爽 ，it's more 如果你水准那么高，人家不会敢欺负你，人家也不会敢乱乱跟你合作，他们会 make sure they do everything right when they work with you. And I think that is the way to go lah. Which is why I think like 我们能够做到 whatever we do today is because 我们有 set 这些 standard. But 当然，我的 team 也是有 call me out 啊，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我们怎么样可以 ，you know? So they also help me to be a better boss. I guess we just help each other. It's a beautiful teamwork 啦。你现在目前团队多大4个人。？4个人啊。那你从成立多久了22年成立的，所以已经今年哇第3年了呀，今年第3年。因为万事起头难嘛，你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 cash flow problem？哇，有啊，就请员工的时候很 stress，就我自己没有 draw salary，呀，就是给员工先。当你成立一个公司是一个投资来的 ，first 6 months to 1 year of a business， 你肯定是喷钱。对，可能不能赚，可能还会损失钱。可是对我来讲，只要你 invest in the right things, in the right people， 你的收获后面会来啦。So 我也是很 lucky，就是 after 可能6个月就开始 make back everything， 那时候我才可以 expand 我的 team 啦。But 我觉得最难的不是那个钱，是在员工，因为我觉得管理人太难，尤其是 creative 的人。就如果你请到的员工哦是很有，就是一直跟你有 clash 的 right， 很多时候很难合作啊。你想要做这个，可是他们叫你做其他东西。他们觉得其他东西 correct，then 你们 always not on the same page， 你花更多时间在 argue than actually doing the thing。So 我觉得找团队是最难的一件事。OK， 我现在帮女粉丝问一下啦。你现在目前单身吗？现在目前啊，我有在 date， 有在 date 啦，有在 date，是圈内圈外人。OK， 应该有答案了。OK， 然后你有想几时要 settle 到吗？其实我 anytime ready to 是吗？anytime， 只要找到对的人，我觉得是 marriage material 的，或者我觉得是一个能够一起 live life together 的人，我 anytime 可以 settle 到。你会觉得你 settle 到会比较delay 或者 slow down 你的 career 吗 ？To me, work is not everything 啦。我更加想要的是跟我的另一半分享生活。我每次有一个 milestone 或者我 fail 的话，我会想要跟一个人分享 ，and 如果我没有那个人可以分享的话，我会觉得很难过。So I rather 有一个人可以跟我 build life together，and 可能会有一些 delay， 因为你肯定需要花时间去 be there for 他的 life 嘛 ，and that means lesser of your own time。But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会更快乐、更开心啊。And in some way， 有时候你有想保护的人，你会更拼。为了你们的未来嘛。Exactly。其实我以前的 relationship， 我有过一个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很内疚，因为他会让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在陪他嘛，然后我每次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 guilty， 然后也不能够专心的去工作，因为我会一直想 OK shit， 我要快点 reply 他，不然他会难过这些。可是我觉得真正可以在一起的人，他们是会 empower 你的，他们会让你更加的 confident 在你自己的生活。In the end， 你会更想要 OK，because you feel so loved by this person, right? You want to be there for that person also. So， 如果我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会很想要娶她。你现在找到是这样的人了吗？现在那个女生那边 yes 洗袜料，有没有可能？她等于老白晒哦。I mean so far so good 啦，so far so good。So let's see 啦 ，let's see。因为你要遇到几个错的人，你才会珍惜对的人。真的嘞。你有遇到最 toxic 的relationship是怎样？我的一个 ex， 我觉得他是最 toxic 的啦。I mean of course after that 还有多一个 toxic 的， but then 没有比这个 toxic。Usually 是 manipulation 啊。哇 ，bro， it's worse than manipulation。Like 什么公掏啊？一开始的时候是 OK，but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有一点 savior's complex， 就是你看到那个女生的缺点，你会想要帮她，比如说她没有安全感，或者她很 jealous， 或者她可能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你会觉得 it's okay, I can save her, I can help her, like I can make her feel more secure. But 精神上问题是不是 ？Bro, that's the biggest mistake. 是不是那种突然间半夜起来大哭大闹那种 ？Worse than that. Worse than that. 吃安眠药，跟你讲他要自杀，然后如果你没有 meet 他的 demand 的话，他就一直吞，每一分钟一直吞一粒，一直吞一粒 ，until 你
满足他想要的东西。他觉得你最严重的是要你做什么？他确认我的时候，他还没有用那个阿米，这个是在 beginning stage 的时候，就是在 dating 的时候，他会 look through 我的 following，filter 全部的女生，然后问我 one by one 这个女的是谁，这个女的是谁，这个女的是谁，这个有没有喜欢过你啊？就算我不喜欢那个女的、啊，那个女的有喜欢过我，我也中哎。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很 honest 吗？我就跟他讲啊，哦这个有这个没有，很 blur 啊那时候。人家啼笑之后，你就越来越不敢讲了。Actually 我还是有讲哎。OK，I think 在感情方面我会比较老实，Yeah， 因为一个 healthy relationship 需要有 honesty，and 每个人都会有过去的嘛，所以你要能够接受那个人的过去，如果你要跟他再走下去，所以我就很坦白跟他讲，然后哇中招哦，他叫我 unfollow 很多人，其中一个是我很好的朋友 OK，然后 unfollow 那个朋友的时候，被那个朋友骂到笑，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我没有 unfollow 的话，他就说喽啊，他会吞药。OK，因为我不要他自杀，我也不想要他做傻事。这个 torture 多久？差不多1年，而且不止他哦，他妈妈也是有 anger management issue，就是真的是笑了，会打人这些人，不是打你啦，打他啦。他一点打我啊，然后会丢我的 laptop 啊这些，所以it's a scary family 啊，like I'm just so glad it's over。你怎么下定决心离开？因为你Sekali你离开他顶更多药嘞。有些东西 you reach a stage where you're like 哇玩过火了，这个 too much to handle 了。我 obviously reach that stage like maybe 你怕最后死的人是你。对，我怕我被杀，说我就哇 I think for the sake of the both of us， 既然你跟我在一起那么不开心 ，How about I just leave 啦 ，you know？ 等下不让。每次想要分手的时候，他就会讲 Why do you give up on us？ 他就是 emotional blackmail 你啊，然后跟你 gaslight， 然后我就一直被 gaslight，until 我讲 OK 啦 ，since you give your best，I also want to give my best， 然后就懂到差不多1年哦。把我的家人跟朋友全部都在很可怜我了，因为他们看到我很憔悴。I feel bad for her and her mom because they obviously they're going through stuff，that's why they're like that。I mean， 一个正常人那也可能会有这些 ，but of course that's not an excuse to hurt people 啦 ，you know，which they obviously are。到了一个阶段，因为他一直讲我不可以分手，分手就是 give up 嘛 ，end up 哦，他劈腿。What the hell right？ 你怎么抓到 ？What the hell right？ 你怎么抓到？他有一个 private account， 我们有 mutual friend 吗 ？Yeah 啦，我不懂为什么他没有想到那个 mutual friend 会跟我讲啊 ，but obviously I was devastated because 在这种恋情，我给我的 best， 你还 cheat on me，like bro， like the worst thing ever， 想要 like。那个时候你懂的时候，他是跟那个人有 relationship 吗？还是 I don't know but they were kissing 啊。OK， 那个时候你是很 heartbroken， 还是你这边我终于可以离开了哦？首先是 heartbroken。I'm the kind 啊，when 我在一个 relationship， 如果我 commit all the way，even if things turn sour，right，I will still do my best because to me，if I say I'll take care of you，I'll take care of you。I believe everyone has different phase in life. You're hurting a bit more. I don't mind, because I love you, right? So I will try to be there. But 我唯一不能够 take it 的是 cheating 啦 ，because that one how to take? Like how can I still give my love to you if you are with someone else? You know, like that doesn't make sense. Obviously 我发现的时候 I was so heartbroken, I was so disappointed. I felt like I gave my all. 可是为什么you do that to me? 你直接去 confront 他，直接 break up。等下疯狂式的找你，没有解释？没有，也没有解释。So that's why I know like okay, it's over 啦。你懂不懂他 after that 有没有真的跟那个男孩子在一起？有，哦，他没有在一起啦。But I heard it was shit 啦。After 那个恋情，我觉得在音乐方面我有很多灵感，and 我觉得在人生体验方面也是比较有深度的，因为你体验过这些 emotion。In fact, I felt like it helped me in my acting, but yeah， 那个非常 toxic 啊。你说有2个 toxic 的吗？啊，对，这个是最 toxic 的啊。这是最 toxic 的。第二个也是蛮 toxic 吧，没有比这个 toxic 啦。第二个也就是很自私哦。那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想要你把他当成是他的唯一。Yeah, like Okay. 他是那个 master，and then 你要帮他服务。Like to me, I cannot 啦。I feel like 一个 relationship 要比较平等一点，you know, like sometimes you lead, sometimes you support。把那个是真的太 over 了，所以来看了。你是不是第一次公开你
不是单身这件事。不要跟我去别的访问啊，这几个月。那是啊，maybe 对啊 maybe 本来但这个 podcast 出来我又单身了，我也不懂啊。哎，脆，哎脆，刚才本来还感动哭了，你现在要讲这种话。哎，I mean yeah，but for now is I'm happy 嗯哼 yeah，so 现在你还有想要挑战什么？就是音乐这方面的。我想要就是做 Mando Pop。Singapore cannot just have JJ and Stephanie. Yeah, there must be someone next. And I don't aspire to be the next JJ or the next Stephanie, though I respect them a lot. And I think they gave me a lot of inspiration. But I want to represen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Mando Pop singers in Singapore. 我想要世界看到，在新加坡还可以有多一个歌手，可以做世界演唱会，然后有很多粉丝会听他的歌跟唱他的歌。That is my dream. 我也想要自己就是监制跟导自己的电影，可是我觉得那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因为你必须得认识多一点人，跟需要有一些资源。然后我也想要拍的电影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新加坡市场，可是我是希望国际的市场都能够欣赏跟看这部电影的啦。I'm not an indie 就 filmmaker，不懂artsy 这种。对对对，对我来讲 ，I respect artsy movies and artsy people. I think they are amazing what they do. But 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是比较可能大众人会比较商业化的那种。欣赏跟比较商业化的，可是又有艺术的那个价值在里面。所以我想要做的电影是那种，就很像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我喜欢浪漫的这个题材，所以可能我想要做浪漫穿越时空那种题材的电影。哦，穿越时空是我的 favorite genre 嘞。哎，也是我的 favorite genre。你有没有看 About Time？ Yes。你看，哇，Interstellar 是我的 favorite。对 Interstellar， 哇 ，I love it， 我真的是哭到笑。我希望我可以就是自己创作跟拍一部电影，然后自己去演，因为当然这样的话，我可以设计我想要的角色在那部戏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两样是我最大的梦想。现在 Actually 一路走来哦，有没有哪一个时期是你的 lowest point of life？我觉得 lowest point 就是我的那个 toxic 的 relationship， 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懂我在做什么。那一年那个还比你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公司，刚离开那个第一间娱乐公司还假来了。actually 是 almost the same period 啦。哇哦 almost。如果你有想要感激的人，你觉得会是谁？哇，很多哎，我怕我会 miss 掉哎，怎么办？当然想要感谢葛平大哥给我第一个角色，然后我想要感谢伟松老师给我机会跟那个信任还有信心，可以当一个歌手，让我唱我第一首插曲。然后我也想要感谢梁导给我机会拍我第一部电影，然后也给我主角的那个角色，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我很感谢这些伯乐，然后我也很感谢慧芳姐，我的干妈，她在我的演艺事业每个阶段，她也是一直在支持我，一直在鼓励我。就是我会跟她分享我的感情的东西也好啊 ，industry 一些不好的经验也好，然后她是那个支持我。你要勇敢去做，如果你有想法的话，你就去做，我会支持你。他就是跟很多前辈不一样，他是会支持你的想法，跟你说你需要什么，你要什么帮忙，你跟我说，我会帮你。说呀，我很感激慧芳姐，我的干妈，然后还有 Kelly， 我以前的 manager， 他现在还是有帮我 freelance， 他是第一个找到工作给我的人，然后他也是这几年哦。6、7年来，当 industry 人一直在讲不要用 Glenn 或者他很难搞的时候，他是那一位站出来跟人家讲没有，他 OK 了，他是一个好人，你可以帮他，你可以给他机会。说我很感激凯莉啦，她也是我的干妈。Of course， 我也很感激我的团队妙思，跟了我几年了啊，已经21年到现在4年了。你哭了几次？很多次，我觉得他哭了，我觉得他哭很多次，就他哭了那么多次，他还是跟着我说 ，to me， 哇 ，like I respect 妙思 ，it's not easy, bro. I'm not the easiest person to work with. She somehow still stuck true with me, so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啦。我跟他讲的是，以后哦 ，maybe the next 5-10 years， 我们会坐在我们的 private jet world tour 的时候 ，then we'll talk about， 记得吗？以前我们是这样。Why cry in the Ferrari? I cry in the plane. Cry in the plane, yeah， 就是哭也是哭在一个 private jet 嘛，读人家的 comment，OK， 还有 order 东西在 private jet。That's our dream 啦 ，like to me， 因为 I want to take care of my team because my team really take care of me also。他第一次去曼谷，第一次去中国，第一次去韩国、日本，
第一次搭 business class 都是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很感激的这个工作能够让我 provide 给我周围的人，因为 without this we wouldn't experience all that 啦。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 manager 妙思，然后我也是要 recruit 我们的团队在 expand， 如果你要加入 GYG 的话，记得来 apply， 我们很欢迎你。如果 you don't mind， 哭，喂，不要讲，让人家怕了。如果你有梦想，你想要改变世界，你觉得你的生活没有意义，你要找一些有意义推动你的话，就来加入我们的公司。可能我们会 work long hour， 可能会有点严肃，有时候可能需要 travel 很多次，可是我保证你一定会有满足感，跟你一定会成长在我们公司。Nice， 我听了都很感动哎。哎，你忘了谢谢你的家人。哎，我的家人知道我很感谢他们啦。就我每个月都会，就是 actually 我跟你讲啊，我最大的满足感现在 is I managed to retire my parents。哇哦 Yeah， ，OK， 我觉得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feel really happy。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我都在给我的家人就是 allowance 啊，salary or whatever you call it。It's the best feeling that 你可以让你的家人没有 financial worry。因为 I grew up in a less than average family. So to me, to be able to retire, my parents, they don't need to work anymore. They just enjoy. 他们现在 every month travel 不同的国家，哇，很爽，真的很爽呀。想要吃什么？现在我们去 restaurant。The happiest thing is， 我小时候我还记得，我们每次去吃的时候，看 menu， 我们都会选最便宜的东西。But 现在我们的 mentality 是 just enjoy。我们去到哪里 just 品尝，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看那个价钱。It is a greatest joy to do that for my family 啦。Yeah, cause food bonds everyone together, and now we don't have that financial worry. I'm very grateful. Yeah, my parents are also happy. 最感动的是，我们最近在 MBS 表演，然后 MBS 给我们那个 suite， 我的 parents, you see their face 啊，they so touched， 因为他们没有住过 MBS 的 suite， 所以他们 enter 那个房间哦，这个 view 看到 Gardens by the Bay， 这个 view 看到 Art Science Museum 啊，那个 Water Show 啊 ，Merlion. To them it's like,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I'm actually staying in this room.You know, and 我们去吃在 MBS 的一个 restaurant, it's a 10-course meal, and the meal I think each pack probably like 400-500. My brother was there also. They know they will definitely not go to this kind of place one, but because of what we do in our job, 他们可以 experience 这些东西 and you see their face, right? My mom so excited. Like she always says she very swaku because she come from a village in Malaysia, so she never thought she will experience all this.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the greatest joy 是你可以 provide 这些咯。For your family, for the people around you, like I think that's my biggest happiness right now. To be honest, I'm a huge car lover. My dream car is GTR. I almost bought a GTR last year, but I had to make the choice between retiring my parents or buying a GTR. And then 我想很久 I remember I still keep discussing with my team like, 怎么办啊 Should I buy a GTR? Then I'm like, okay, never mind. Let me just retire my parents first, work harder, and then in the future.Then maybe I get myself this, and I'm glad I did that because 我现在看我爸爸每天在家 like very happy, looking forward to his next travel. To me, I think I'll be happier than the GTR sitting at the car park. 因为 actually 车可以 delay 吧，孝顺有时候容不得你 delay 啊，对，它是有限制期的。And 你的 parents are growing older. 你不懂他们有时 like 有什么时候可能 maybe they might have difficulty walking. Yes. Yeah.So 可以 travel 的话就赶快去 travel, yeah, enjoy life. OK， 因为你在这个演艺圈哦，慢慢的你有了一些 fame， 还有成就，对吗？你会不会在某个阶段发现你越来越不能做自己，或者你牺牲了什么自己的最初的自己吗？有，其实去年是我蛮 depressed 的一年的，因为我 burn out 啊，就这几年是工作，因为为了要赚钱嘛，为了要拼事业，就你很怕，如果你慢下速度，可能人家不会想要用你，或者可能人家要忘记你。所以我就觉得，为了工作，我失去了自己的隐私、自己的生活，然后也没有时间跟家人朋友，就我觉得很 detached 啊 from 我的朋友。After 一下子，就是去年我开始发现我很厌倦，就是我去 event 的时候，或者我在拍东西的时候，我很不开心。This takes away like my personal life，我都没有时间看我的 anime 或者做我自己的东西，you know，so 我开始讨厌我的 job，and then 我就去 holiday。所以我去 New Zealand， 我去 Canada， 去反省一下，去一个国家that nobody knows about me， nobody gives a shit，and obviously 很 chill 啦在那边，
后我就想了想，我就发现，哎，actually 我不是讨厌我的工作，我也不是讨厌当艺人，我是没有去管理我的时间好，因为我太拼到我忘记 live life 啊。你 just go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thing to another thing to another thing。So 我觉得我也是开始失去了自己的 identity 啦，是一个 robot 咯。我也不懂我自己的 personality 是什么，因为你没有跟你朋友在一起哦，我发现你会失去你的个性。你在 work mode 的时候，跟你在朋友的 hang out 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跟我朋友的时候，我比较像小孩子，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 serious 的一面，which 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honest, I want to be a kid. I want to be able to be like my inner child. 我觉得我的 inner child 真的 suffer 很多啊。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fter 我去 holiday， 我发现 OK, I should just balance my time, and 可能在工作方面，或者在媒体的前面，或者在社交媒体的面前，我也想要就是 really try to be myself more. It's okay if 如果有时候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好看的视频啊，还是有时候我讲错话啊，I want to be more okay saying all this. 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我太怕我 fail that 我很 careful with the things I say. But right now, I just want to be myself. Even at work, even with media people, even with like in front of the screens, like I just want to say what I want and what I feel. Of course, not insensitive in a way that 我 put down other people 啦。But at least I can be myself and show my flaws. And 如果别人觉得他们不喜欢的话 ，it's fine. Like at least 我自己舒服就可以了。我们要 wrap up 这个 episode 哦，你希望可以带给收看的观众什么 message？最重要的是活得快乐、跟开心，还有珍惜周围的人、朋友、家人也好，或者女朋友、男朋友、老公、老婆。尤其是在新加坡，我们都是为了钱跟事业拼，然后忘记了享受人生或者跟周围的人。可是因为我出国去不同的国家，我看到哇，他们真的是很会 enjoy life 所以我是希望在看的观众就多享受人生，多跟周围的人一起 spend time， 不要一直追着钱或者事业。希望透过这个 episode 呢，大家能够更认识 Glenn Yong 是个怎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等一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什么？你访问了那么多 guest， 既然这个是最后一集啊，让你最讨厌的 guest 是哪一个？没有嘞。你不用讲明啊，你可以讲他们的 pattern 啊。真的没有嘞。But 我会讨厌一些阶段，就是如果他们给不出 topic 咯。就是讲不到。我不是讨厌他，我是说有些人我要 dig 很深，他们又讲不出，我就觉得哇，笑了，我会不会没有办法给观众一些 content 我会怕这种东西。你来的时候我也是怕。OK 了，我们聊这么多。这个人很 freestyle 我要讲哦，我来的时候没有准备东西但到了这边哦，我们现在 discuss before 我们拍，on the spot 我 actually 有 prepare 一个稿了，那我也是没有什么用那个稿，就我觉得 OK 啦，我们 just go with the flow。OK 啊吧 ，pass 嘛今天 ，pass，and I enjoy，也让我自己更加了解你。我们只是写歌一次，每次都是一个 big group hang out，在一起，找一天一起住个饭店，然后培养一下感情。这个难道是为什么我单身的原因？你要什么好掉？没有了。OK, thanks for having me, bro. I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so much. 现在可能很多女粉丝会心碎，但是还是由衷的祝福你。谢谢 Glenn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Studio Clan Cloud Studio 赞助这么棒的地方，然后我们 next season 再见。